什么新线索啊？喂，韩队，老万刚才去走访了山洞附近的村民，说是当年有一个没有登记的野剧组曾经在那拍过戏。这些蛛网还有蚕蛹以及那些人偶都是没有带走的道具。我们已经核实过了，确实有这么回事。剧组的美术已经把图片发过来了。照片。好。齐法医。剧组发过来的照片。很棒，剧组本来用的是普通的蜘蛛网，但是凶手却改成了漏斗中独特的漏斗状蜘蛛网。这个叫做漏斗蛛，剧毒无比，一个成年人被咬，15分钟之内就会死亡。漏斗蛛是目前已知的3万多种蜘蛛当中毒性最强的一种。我推测，凶手应该是在模仿漏斗蛛不是杀人。你有什么依据啊？朱队，你把视频打开，我来告诉你。你看这里，这2个针孔是平行的，针孔附近的皮肤组织都已经受到了损坏，这应该是被注射了生物神经毒素之后留下的痕迹。还有这里，这2个窗口，从口径来分析，应该是用 PVC 管一类的管状物体刺入体内所造成的。死者的内脏有被强盐酸溶解过的迹象，应该就是通过这2个创口注入到死者体内的。这种手法就是在模仿蜘蛛用口气扎入猎物体内，分泌消化酶，消化猎物内脏的进食方式。只不过凶手用强盐酸代替了消化酶。所以是因为凶手模仿蜘蛛捕食猎物，才会用保鲜膜裹了尸体。用保鲜膜和酒精包裹尸体，可以隔绝空气，起到防腐的作用。虽然凶手是在模仿蜘蛛杀人，但是真正的死因并不是这些，而是在这里。你看到耳朵后面的针孔了吗？我在医科大学上解剖课的时候，学校为了让实验用的兔子死得没有那么痛苦，往往都会在它们的耳朵后面打空气针，造成静脉空栓。而这种手法对人也同样适用。凶手为什么这么做？人都已经杀了，为什么多此一举？蜘蛛毒和强盐酸还不够吗？从血液凝固的情况来看，凶手应该是先注入了神经毒素，但是死者并未死亡，所以他才又打了空气针。懂这种事的，应该有医学背景吧？目前一切都还只是推测，具体的还是要等毒理鉴定结果出来之后，才可以判断究竟是不是漏斗蛛的毒素。现在那个女孩还在凶手手里，我们必须得找到她。安顿，这有线索。在昨天晚上的8点17分，报警平台接到了北山猪肉铺的报案。附近民警赶到的时候，报案人黄浩，也就是猪肉铺的老板，已经死亡，凶手和疑似被绑架的女性消失。我们在附近的山洞里发现了一具女性的尸体，也就是残疾里的死者。死者腹部有明显刀伤，深达子宫，造成子宫严重破损，疑似有仇视女性的倾向。死者的腹部上面还有一道死后留下的伤口，长大约20公分。另外，从死亡时间上看，死者跟被绑之人应该不是同一个人。这是我们在北山山洞里找到的这节绳索。根据鉴定科的同事报告，这节绳索上面的 DNA 并不属于我们在残间里面找到的那名死者。同时，你们看，这节绳索的断面很新，在旁边的石头上，我们也发现了这节绳索的纤维，所以极有可能是凶手将人囚禁在了山洞里，而受害者用石头磨掉了绳索，自己逃到了猪肉铺去求救。
但是不幸的是被凶手发现了，所以凶手就追到了猪肉铺，杀掉了猪肉铺的老板，同时带走了受害者。综合以上得到这些线索，这名被掳走的女性很有可能还在凶手手里。